好了，那么咱们时间差不多啊，差不多到了啊。咱们今天呢是咱们年前最后一次课了，我们把这张作品完成啊，这张寓意非常好的作品《太平盛世》啊，送给大家，好吧？祝大家呢新年这个事事顺利啊，事事如意。也祝咱们这个国家啊，祝愿世界都是这种呈现这种太平盛世的状态啊，和和美美的。那么我们开始，可以开始呢，先从这个小鸟开始吧。小鸟画完之后，我们再来画这个柿子。因为画了柿子之后呢，再回过去画小鸟，我怕衣服给蹭到了啊，怕衣服给它蹭到，所以我们就从这儿开始，好不好？那么我们先呢就从这个小鸟它的一个背部，这块要背部染个颜色，头上呢可以再撕一撕毛啊，撕一撕毛，包括这个腹部这些地方。然后再来画翅膀，对啊，它头正面它应该是掰过来啊，它是把它歪着脑袋了，是不是？它是这样朝下看啊，正常朝下看，但是它歪着脑袋了啊，就是明白这个意思哈。就像咱们睡觉趴着睡觉一样。头就侧过来了啊，这也很好理解啊，不难理解。来，我们来先把背面呢统一给它染个颜色，好吧？统一染个颜色啊。那么还是染这个一个赭石加淡墨的这么个颜色。那么我这个是昨天的颜色啊，大家如果用的是这个玛丽颜料啊，尽量重新调色，那么这个颜色我其实是需要让它沉淀一下。如果是管状颜料让它沉淀再用啊。直接用的话会有很多的这种杂质啊，它其实不好。那么我就因为我这个颜料还可以。那么因为是昨天晚上的，到今天晚上再用呢，其实也还能用。稍微调一调，也可以调一点新的进来。对啊，吉祥颜料剩下的时间不是特别的久远呢，剩下的你再调一点新的进去，对吧？这样都能用，省得浪费了嘛。我是旧颜料调一点新颜料，整一点土黄。好了，差不多了啊。好，再来一支清水笔啊，稍微染一下，因为这个呢，就是它必须得染一染。如果你全部用这种撕毛的方式也是可以的啊，不是不可以，也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撕到最后，它有的地方还是会有很多的飞白，明白吧？它不像染色，它是能够完全覆盖住啊。那么它一旦有飞白，那么就显得不是那么的温润。这个羽毛，通常小鸟啊，因为我养过鸟啊，所以我是有经验。通常啊，如果一只小鸟你养着啊，羽毛没有光泽了啊，都炸毛了，就像这样的撕毛撕的这种感觉一样啊，不温润了，那么这只鸟呢就生病了，就说明它。所以我们稍稍染一染，撕完毛。边上你看看，我每次边上呢都是留出来的啊，留出来，用这个清水笔啊这么带过去。那么边缘它形成一种比较虚的这种感觉啊，不是特别的实。那么这样画一个好处是什么？因为它的身体是一个圆的嘛，那么就转过去了啊，就有了一种体积感，就像我们说的什么暗面对吧，灰面亮面，有一种这种像什么明暗交界线呐这些一样。就会好一点，稍稍染一下，你看看，那么它就会显得温润一些啊。然后呢，这边也可以稍稍染一下，从
从这个尖的地方啊往外染，往外带一带。哎，它就舒服了。那么翅膀的地方啊，翅膀的地方其实也是可以染的。那么翅膀呢，你就不需要去刻意的去染它啊，直接呢，看老师画啊，直接我用这个颜色，我留出一个边缘来啊，从中间染上，四周哎留一个圈儿，类似于我们之前的啊留白一样，是一个道理。中间重，对吧？两边呢它浅一些啊，中间重，你看两边浅，明白吧？就不要画满了啊，哎，你就按照这样来画。然后呢，哎，晚上好，这个不需要底稿，不需要底稿啊，这种小画，大家需要底稿你就自己画一下底稿啊，我是不需要底稿了。那么里边同样啊，同样你看看，它因为底下是墨对吧？那么上面呢，它其实是颜色，把这种层次分出来，是吧？好，这边同样如此啊。分一分。所以呢，画法有很多种，只要最终效果能达到都可以。那么其实这一块啊，这一块呢，它是有几片小的这个雨片啊，有这个小的雨片啊，没有勾。它是有一个大腹雨啊，这一块啊，回头再勾一下。那么翅膀部分啊，也给它加强了一下，对不对？那么肚子部分呢，像这样的肚子部分呢，上一节课皮丝毛过了，对不对啊？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也是可以稍稍染一点点啊，稍微染一点点。边上留出来，看到没有？边上留出来啊，始终是把周围留出来。那么我再清水笔接一下，清水笔要干一点，不要太湿，水头不要大了，大了之后容易产生这种倒灌的现象啊，不就把水它就灌进来，把之前这一块重的颜色给冲掉了。那么干一点，然后轻轻扫一下。那么保证什么？边缘是虚的啊，边缘四周都是虚的，这种感觉明白吧？好，啊，晚上好，加油。那么到这部分，包括尾巴，尾巴这个也是啊，可以稍微加重一点。尾巴的颜色比较深呢，那么这个赭石呢，我可以加重一点啊，再来画一遍。哎，因为尾巴比较重，尾巴同样像采用这个方式啊，一样的方式，和画翅膀一样的方式，四周留一圈啊，四周留一圈。因为这个没有勾线，对吧？所以你要知道啊，知道你这个画的是哪一片羽毛。啊，就这个意思。中间这一片啊重一些。
然后清水笔接一下啊，接过来，是吧？哎，这就很舒服了啊，很舒服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进行一些丝毛的处理啊，丝毛的处理，或者先把翅膀这一部分可以先再给它强调一下。那么翅膀这一部分现在是有一些深度不够啊，跟这个比起来精致程度不够，对吧？我们再给它画一画啊，找一支小号的啊，这种小的狼毫勾线啊，或者是狼毫小楷这种笔啊。我把四周的这个边线再给它处理一下。老师的笔好用啊，回头看看能不能打听一下啊，能不能找着这个链接啊？我找过没找着，就这个笔啊，回头我找一找啊，看有没有。哎，把这些线再强调一下，特别是这种深色的啊，深色的。7点开始啊，7点开始，才晚了10来分钟啊，不算晚。那么这边也是啊，这边也是，你像这样留白的地方，我完全是可以把它归纳到上方，归纳到上面去，对吧？那么这样就不用刻意的去描一个白边儿，哎，像这样的啊，都给它归纳上去。那么后面这个翅膀呢，虚一点啊，就不要太实了，可以选择勾，也可以选择不勾。哎，虚一点。底下还有一个小夹层，还叠了一根啊，叠了一层，往里收拢了。那么这一块啊，这一块呢，它其实是有这个小雨片的啊，小雨片。我这个羽轴给它勾出来啊，这2根羽轴啊，下层的也要勾出来啊。这个叫羽轴，哎，稍微勾一勾，那么它会精致一些。好，那么这一块它其实是有这种小雨片啊，正常情况的这个鸟，它一般这一块有2到3片啊，有2到3片呢。对吧？一般是这样的啊。有这种小雨片啊，2层一般啊，2层左右，对吧？1圈2圈啊，与它的这个飞羽是连一块的。然后我们再来点啊，再来点。那么它这个呢，还分了什么？
把这个羽毛啊，这一根一根的呢画的还特别的清晰。那么我们首先呢，把墨色的部分啊再加重一点，勾好线之后啊再加重一点，还是用这个小毛笔啊，用的熟宣呢，我用的狼毫，狼毫，小毛笔，看着啊，那么沿着这个重的地方呢，继续一带。轻轻的啊，到上面呢不要画上去了，你可以拿刚才的这个清水笔啊，再稍微的往上接一下啊，明白吧？你要清水笔放哪儿去了？稍微接一接啊。你看这来不及接了，都干了。还好墨色不是特别的重，看到没有？墨色不是特别重。然后这边同样如此啊，同样如此。好，这个面积小就不要再接了，就一笔带过就行了啊。面积比较小。加重一点，要把这个你看看，很自然的这种状态啊画出来。那么它到了浅的这几片啊，上面这几片呢，它还是和这个一样，到时候染了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进去啊，染了一点点淡淡的紫色进去，它就显得比较漂亮啊，比较丰富。那么这个尾巴，你如果想勾的话，也可以稍微勾一下啊，因为整个已经画出来了，再勾的话呢，就比较好勾了啊。同样，中间有一根羽轴啊，要画直，中锋用笔，用笔要稳啊，屏气呼吸，屏住呼吸。虚收，屏住呼吸啊。那么到边缘处，那么现在来勾就比较好勾了啊。如果一开始什么也没有啊，一张白纸让你这么勾呢，容易勾跑，容易勾不准。那么现在因为底下已经咱们画了，染了色了，那么再勾，你就可以沿着这个边缘这么勾，相当于是画工笔的这个顺序，我们给它颠倒过来了，对不对？如果是画正常画工笔呢，啊，我们是怎么样啊？先勾，然后再染。那么我们现在是先染再勾，给它颠倒过来，是不是？哎，灵活点运用啊。同样，那它们这个里边也有深有浅，对不对？你可以用这个淡淡的墨色啊，和这个刚才画翅膀一样啊，一层压着一层嘛，羽毛。那么这个边缘的地方是不是也是重一点？它才有这种叠压的感觉啊。那叠压呢？它是因为什么？它是一个暗面，其实对不对？下面一层呢，比上面一层要暗一些，对吧？包括这个羽毛的中轴线啊，中轴线的一边我们也可以加重一点，另外一边呢浅一点。当然不要太过分啊，不要太对比太强烈就可以了。那么它不就是这样表现的吗？然后这个上面啊有紫色，我们再来整点紫色啊。那么紫色呢，上节课也有啊，就是这个蓝条胭脂。对啊，我是先肤色，先用墨骨的这种画法呢，画出它的这个羽毛的形状之后啊，
干了之后再沿着它的边缘啊外轮廓再来勾，不就好了吗？因为徒手勾的话，有的同学他拿不好这个分寸比例，对不对？那么直接这样先画出来，那么就类似于像有好多同学说画写意简单嘛，因为什么？一笔用笔比较大啊，那么这种像工笔比较他觉得比较难呢，就是因为太细致了，对不对？那么我们先就画大了，然后再画细的啊。染一个紫色，同样稍稍留一点这个边儿啊。那么这些边缘的地方呢，统统可以染一点紫色，不要过重。哎，这样染一染就可以了。照一遍。那么这个边上呢，也是可以染紫色，是吧？那么这边呢，也是一边重一点，羽轴中间留出一个水线来啊，这个很微妙啊，留出一个水线来，为什么？这偷懒呢，就不勾了啊，回头。好多画工笔的是把这个地方再一笔画了个羽轴之后呢，墨色画了之后，干了之后又用这个白色再勾一下，那么我直接给它留出来了，省得勾了。对吧？勾了最边缘显得死板，那看是谁勾了啊？不是所有的勾线都会死板，对吧？好，那么至此呢，这个翅膀部分呢，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啊。回头呢，如果墨色觉得不够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再加重一点，就可以了。那么我回过头来，把这个头部，先把嘴巴先给它染上啊，这个墨色。把嘴巴先要染上这个墨色。同样是沿着啊这个外轮廓线用笔，中间部分可以留出来啊，中间部分呢留出来一点点，留出来一点就可以了。然后把这些重的地方啊，墨色比较重的地方再来撕一遍。包括这些地方啊，注意方向啊，注意朝向，别乱。第一遍呢是哪个朝向，第二遍呢还是哪个朝向。那通常我们是沿着它的这个生长的结构啊、生长规律来画的，不是乱画的啊，对吧？包括头部的这个头顶的这个赭石，那也是得按照生长的结构来画啊，规律来画。比如用这个赭石，我们把这个头部这一块画完之后呢，我们开始画柿子啊，开始画柿子。
看它是朝一个方向啊，我给它放大一点，再放大一点，好吧？所以一定要注意朝向啊，注意朝向。看我用笔的方向，它是朝着它的一个生长方向这么去勾的。分组啊，那么前面面积比较小，你可以不分啊，你可以全都是齐刷刷的这样的也可以，因为确实面积比较小一些。一根一根的啊，要特别的稳，手啊要稳。前面不要太长，到后面可以稍稍长一点啊，到后面呢可以稍微长一点。对吧？就是这样吧。等它干了之后呢，就不会那么明显了，就不会特别的明显。头部就是用的赭石嘛，还是赭石啊。好，我们现在来把柿子画一画啊。那么柿子呢是这种正常的水分，你看这现在还没干呢，就是稍微要干一点啊。我说的干只是毛笔干一点，不是说让你调色调得很干，明白吧？很多同学搞不清楚啊，我说干一点，他调色也很干，调色很干的话，那个颜色不就没调开吗？就太浓了啊，太浓了，它肯定画出来呢效果也不好。然后画柿子，那么柿子呢，首先啊，它是有一个上面那个和它那个枝子和枝子相接的那一块啊，那个地，那块的颜色，我们首先呢是采用的这种昨天画树叶子的这个颜色啊，比树叶子的颜色稍微再绿一点啊，稍微绿一点点啊，就是这个颜色，对吧？那么昨天是这个颜色呢，我们比它稍微绿一点啊，就稍微偏调一点3绿进去啊，在这个基础之上来一点3绿，看到没有？来点3绿，或者你也可以是说画的时候撞一点3绿进去都可以啊，也可以说是撞进去3绿。一开始比较黄啊，比较偏赭石，然后画的过程当中啊，我再撞进去啊，也可以。好，那么我们开始画啊，开始了。那么它是长在这个枝子上啊，长在枝子上。首先它是这根比较复杂啊，这个比较复杂。它首先是这个小杆儿啊，连接着枝子，那么长上去的。首先是这个杆儿，是吧？这么连接枝子，然后它还有这个什么翻上来的这种边啊，柿子大家应该都见过吧？没见过的同学赶紧啊，现在你百度搜一下这个柿子的照片，好吧？它翻转起来的这个边呢，都卷起来了，整的比较复杂。画不准位置，我位置呢，它基本上是大差不差就可以啊。它基本上这个柿子呢是在这个边缘啊，在这个纸啊，整个纸，你看哦，我左边不是有个9宫格的那个图嘛，对照着那个找位置嘛，你就把它当成一个地图嘛，然后再找这个位置啊。那么那个图呢，就相当于一个地图，让你看着找这个位置的。
这个要学会自己找啊，对吧？这都是翘起来的这个边儿啊，翘起来的边儿，像叶子一样这种感觉。然后这边还有贴着的啊，还有贴着比较紧的。注意一下它的形状啊，这种转折呀，还有比较平滑的部分，哎，那么这边是翘起来的，然后我们再来画里边啊，画里边贴在这个柿子身上的，贴在柿子上面的，它就像一个盖儿一样，明白吧？不有的工艺品吗？工艺品啊做的，比如茶罐呀，做成这种柿子状，然后前面这个呢就是一个小盖儿啊，一拎起来啊，一拎起来。好，那么现在是分不出来，看到吗？现在是分不出来，为什么？重的地方没有重下去啊，然后亮的地方没有亮起来啊，没有亮起来。那么我现在把深的地方啊，让它深下去啊，比如有一些地方我们可以调一点这个赭石啊，就是刚才画这个小鸟的这个颜色啊，调一点小鸟的这个颜色，我把碟子露出来一点。就上一节课画叶子啊，画这个。拿这个小毛笔啊，拿小毛笔。那么这一块不能等它干了，干了话呢就什么都晚了啊。那么这些地方，哎，我点重一点，边缘这一圈我加重一些，肩部的地方也加重一点，这边也加重一点，让中间这个盘啊亮起来。那么里边它肯定是要深一些啊。然后这是翻转过来的啊，翻转过来的。你要看这个原图啊，原图我发给大家了，大家对照着原图看一看啊，别光看我画，要看原图。你看到原图你就能理解了啊，你看到那个原图啊，你就能理解了。有的地方还能撞一点白色进去啊，淡淡的白色，画的比较细，对不对？画这种呢，它因为这个不是我画的细啊，是田世光人家画的细，对不对啊？只有看的比较细致啊，看的比较细致，你才能学到东西啊。你看这个白色里边，我加了一点点这个藤黄啊，然后比之前呢有这个绿色，所以有点黄黄绿绿的这个颜色比较浅一些。那么有一些地方它亮起来，让它你看这些地方边缘的地方让它亮起来。撞入进去之后，那么这一块呢，它就会亮一些，对吧？它就能凸显出来啊。回头再一勾这个有的线，再一勾，它就会好一点。否则现在你都有可能看不出是个什么东西来。有些地方再撞一点三绿进去。哎，可以撞一点三绿啊，重的地方啊。好，大差不差了啊，大差不差了。现在我们来画这个柿子的，画这个柿子。柿子呢，用到的是有猪标啊，猪标、朱砂，还有藤黄。那么整体就是一个红黄色系啊，猪标，用到猪标，然后呢有朱砂，哎呦，不能用这个颜料啊，我们得用这个颜料，差点用错了。用到猪标、朱砂、藤黄，那么用这个碟子吧。
晚上好，举妹啊，没关系。来，那么这个类似于朱砂的这么一个颜色吧。然后呢，朱标，朱标呢，这个颜色好像没有朱标啊，没有朱标，那么我就调点藤黄吧，多调藤黄，藤黄加红嘛，让它偏这种朱标色啊。调藤黄啊，有一点脏没事啊，不要害怕。老是有同学就害怕这个，说我这个颜色串色了，有点脏，是不是？没关系，没关系啊，这个一点关系没有。好了，那么这个碟子呢是一个深色碟啊，一个深色碟，再来一个干净碟子啊，我们是一个浅色碟，让它成为一个浅色碟。浅色碟是什么颜色呢？就是藤黄为主啊，藤黄为主。换一支笔，一会儿我们可以采用这种接色的方式啊，接色的方式，就是藤黄为主嘛。那么藤黄这个明度太高啊，肯定是不能直接用的，因为老师说的是朱标啊，最好是朱标。那么我们再蹭一笔这个颜色啊进来，类似于一个接近于鹅黄的这么一个颜色啊。好了，那么有这2种颜色就够了啊。一会儿再亮的地方呢，可以再撞一点白进来都可以。我用的是吉祥颜料啊，吉祥颜料。好，2种颜色啊。首先我们从深的地方开始画，从深的地方。那么柿子呢，它是2圈啊，2圈，上面1圈。水头大一点，水头大一点，不要太干啊，不要太干。柿子红红火火的啊，颜色非常漂亮。先把上面这一圈的这个造型给它画出来啊。那注意这个是一股一股的这种感觉，对吧？不是说完全是一个大圆盘。这边窄一点，这边窄一点，这边呢大一点，下面这一块是最大的，要注意这个透视。边缘，把边缘加重啊，边缘加重。那么它是这种一股一股的感觉，对不对？那么把这一股呢画出来，下面这一股呢又加重一点。好，可以了，可以了。接色啊，接色。那么接色，你想要接好，那么现在我上面基的颜色比较重啊，比较多，稍微吸走一点，否则会串色啊，或者一接色呢，它就串下来了啊，串到上面去了。稍微吸走一点，你看看，稍微吸走一点。接好之后，我们再来撞啊，再来觉得不够，我们再来。你看黄金柿子啊，那么这种体积感就出来了啊，比较亮，对吧？体积感就有了吧？那么这是第一层的这个啊，第一层的，是吧？
那么觉得有些地方不够重啊，比如说这个地啊，这个地的周围可以加重一点，对吧？或者是里边这一圈可以稍微重一些，让它深一些，再不断的撞色进去，再不断的撞色进去啊，边缘的地方，整个再撞色，让它基色在里边。这边也是，黄色的面积呢露出来小一点的，不要太多，对吧？它整体最黄的地方是在下面这一圈，上面一圈偏红，下面一圈呢才真正的是偏黄。所以上面我们继续把这个红色的地方，哎，给它点进去，那么它的这种鼓的感觉就有了，体积感就会越来越强。那么特别是这个地方，哎，我说了这一股一股的地方要加重一点，那么把颜色点进去啊，这种小笔触，你看点进去。是吧？干了之后呢，它颜色要稍浅一些。好，那么说了，底下这一圈啊比较黄一些，对不对？比较黄一些。那么我们首先用这个黄色来画，把这一圈给画出来。中间要留出一个水线来啊，中间把水线呢先留出来啊，先留出来。那么画这个柿子是有一定难度的啊，注意两层啊，下面一层呢稍微要比上面一层啊要大一点，要厚一点啊，厚度要厚一些。也是怎么样一股一股的这种感觉啊，是吧？一股一股的。尽量不要碰到啊！一开始先不要，尽量不要碰到它，碰到就会串色，看到没有？所以一开始尽量不要碰到它。好，那么接着，那么这边呢，它是颜色要重一些啊，比较重一点，比较红一点，上面。底下这一块呢，又比较重一点。绝活啊，这真是绝活啊！主要是画墨骨画，一个是方法，一个是这个画的方法，另外一个就是这种设色的方式。你看老师都采用了这种点呢，这个很重要啊。你别什么都是画，有些呢是要大笔触的画，有些呢是要像这样细细的，颜色是要点出来的。然后要把这种一股一股的这种感觉呢，给它画出来啊，这种体积感。该加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对吧？再加重一点。啊。黄金柿子。啊，干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啊。等它干了之后啊，再看看效果。那么这个有点阴了，看到没有？哎呦，它串到上面去了，看到这块啊，这个纸这一块阴了啊，阴了。好了，那么底下来这一块呢，又有一个
它是一个底部冲我们的哈，这块这个柿子是一个底面冲我们的，我们要注意啊，底面冲我们的。首先呢，还是这样啊，是这样画出来。那么柿子其实是可以把它分成啊这种十字结构，明白吧？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其实长得呀，你要从底部看就能看出来啊，它其实是一个圆，然后呢给它分成个十字。比如这样的是一个圆，哎，先给它整体给它拼图涂上啊，涂上，稍微缩小一点。看这样的，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对吧？那么重的地方再加重，那么它这个柿子的啊，底下这个点儿的地方是在这儿。那么这一圈啊，首先给它加重一点，然后呢写出一个十字来，给它分出4个部分啊，其实就是分出4个部分，像西红柿嘛。那么柿子，哎，还有西红柿，它这个上面都长得差不多，你可以对照着看一下。没有吃过柿子，还没有吃过西红柿吗？对不对啊？西红柿吃过吧，买过吧，都一样。你看看这种，把这块面啊体积感分出来，通过这种方式。那么同样，那么浅的地方，我再直接啊上这个黄啊。撞入进去啊，这边也是啊，直接撞入进去，这有点反光，对吧？画墨骨画就是这样，最怕这个，如果是在视频里呈现，就害怕这个灯光，灯光呢就会反光。加重的地方再加重。我等会儿啊，我稍微抬起来给大家看一眼。那么它是在底下啊，可以稍微重一点这个颜色。你看它其实，是这样一个感觉，看到没有？哎，是这样一个感觉，分出4瓣来啊，分出4瓣来，是吧？是，哎呦，这样啊，这样能看见啊，这样能看见，就是把这个黄色啊撞入到这4瓣里边。稍微等它干一点，再把中间再加深啊。现在加呢，它不断的往外扩散啊，不断的跑，加了也没用，对不对？是吧？好啊。哎，现在就显得好看一些啊，好看一些。这个画面呢，也终于来了这个像个红灯笼一样啊，终于来了有色彩比较亮丽的这种东西了。不然一直都没有啊，颜色比较暗。卡纸挺好，还带金边是吧？回头这个我争取给大家弄到这个链接啊，让老板上一个。老板太佛系了，不上链接，我也没办法，比我还佛系。好，那么我们把里边这些小叶子，你现在可以给它加上，或者等会儿再加啊。先把底下这个柿子也给它画出来吧，把底下这个柿子也可以先给它画出来啊。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可以继续来调整的，比如这个柿子啊，我觉得颜色稍微还是不够重的地方不够重，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我笔尖再调一点这个红色。如果这个红色还不行，我再加一点点更深一点的啊，类似于曙红、曙红和胭脂这样的颜色啊，我要加在呢这些深的地方。你看，再提一提，再给它提红一点，因为柿子本身就
很红啊，很红。这样的地方我再撞一撞，再点进去一些，就分出它的这种层次来啊，这种鼓的感觉得有啊。对吧？就有了。那么底下也是稍稍加一点。那么这个水线其实是可以给它填住啊，比如现在我给它填住吧。为什么一开始不让大家填呢？一开始填呢，它就跑了啊，就看不出来了。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来填，它跑不动了，它已经干差不多了。如果一开始碰到就是像这样，它往外扩散，扩散的太厉害。你也可以留着啊，两种方式都可以，可以填上，也可以留住，都可以啊。底下这该重的地方呢，也给它加重一点。给它加重一点，中间这一块啊，这个黄色要给它守住。黄色如果不守住呢，它这个面它就平了，明白吧？这中间这一块啊，吸一吸，要把它留住啊，这一块，哎，稍微给它留住一点。这怎么跑了？怎么阴上去了？有点漏烦了，这个卡。这卡呢不适合积太多的水啊，积时间长了它有点漏。喜欢流出来的，喜欢留住的也可以啊，喜欢留住的呢也是没有问题的。这里反复的调整啊，趁着没有干的时候，哎，反复的调整。底下这个也是啊，趁着现在干差不多了啊，现在加颜色它是跑不动了，现在加的颜色它加哪儿它基本上能待住。如果一开始你加太湿了，加呢它是待不住，乱跑，明白吧？乱跑。好，这个上面这一块呢就差不多啊，差不多先放一放。我们再来画底下这颗啊，再来画底下这一颗大红柿子。那底下这一颗呢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地方。底下这颗在这儿。哎呦，好，这个颜色你看看特别的耀眼啊，现在特别的耀眼。回头底下再衬几片叶子，干了之后我们看看情况啊，等干了再看看情况。那么这颗柿子呢，同样有一个比较复杂的这个地啊，比较复杂。开始我们也可以用这种绿啊，或者是红色都可以，用这个绿吧。找个小羊毫，找只羊毫。来，还用这个绿啊。
它其实有一点偏红啊，有的地方啊，那么你可以想一遍画成也是可以的。那么有的地方偏红，我就这个笔尖上我又蘸了一点这个之前的碟子里边画叶子的这个红色啊，又来了一点，看看。首先把这个大圆盘给它画出来呀，里边这个大圆盘画出来，然后呢，圆盘下面呢再是一些翻转的这个小边儿啊，起伏的小边儿。那么这个圆盘我是用了这个偏叶子的叶片的这个颜色，对吧？上面面积窄一点啊，小一点，下面面积大一点，是吧？就是这样啊。快整点了啊。好，看到了。好，那么这样画出来了啊。另外你可以选择2支笔啊，另外一支笔上面呢再撞一点这个绿色，就偏这种树干树枝的这个颜色。笔尖再整点这个3绿，我再调点3绿啊，让它再绿一些，再绿一些。把这个边上啊给它画出来，那么这样它这个颜色就比较丰富，像个小裙子一样，看到没有？像小裙子一样啊，还翻着这个花边儿。那么它同样有一些翻转呢，翻转下面呢，它是这个什么红色啊，这是红色，就是叶片的一个颜色，底下就是个叶片的颜色。我再接一点这个红色进来，整体。那么它这个颜色与柿子相比呢，是偏暗的这么一个颜色，翻着一点边，还是这种红色的边。那么里边可以撞入一点这个红色进来啊，绿色里边不要太绿了，它其实是绿啊、红啊参半，颜色要做到什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然后再整点绿色，快速的撞入到这个里边啊。好，这个杆呢，暂时啊可以先这样啊，再整点绿，往上面撞一撞啊。整体是呈现出这个比较灰的这么一个状态就可以了。好，整点了，谢谢大家。喝口水。边画边观察啊，边观察，就得往上看，往前看。你比如看看这个柿子，我现在看看，给侧面啊瞅一眼，干成一个什么程度啊？因为有些地方看看，我把水线去掉之后呢，它跑色跑得厉害。一会儿让它在8分干、9分干的时候，我要再给它再来一下啊，再给它来一下。所以呢，有的同学啊，你觉得这种方式不好，你可以采用留出这种水线的方式来啊，留出一个边的这种方式来，好吧？好，我们继续吧。打广告啊，忘了插播广告啊，咱们的课程链接在1号链接，小黄车的1号链接。小黄车的1号链接啊，就是咱们所有课程的回放，就是老师每次直播的都是在这个里边啊，都在这个里边。那么今天是年前呢最后一次课了啊，然后过年放假几天啊，1礼拜10天左右吧。所以啊，大家有时间你可以看看回放啊，该补作业的啊，可以趁着这个时间补作业，好吧？把作业呢提交上来，老师呢会给大家挨个点评。
那么我们现在目前是300多了啊，好像300多少了，现在是360、7了。就是因为学浪这个群，它是一个群是200人啊，购课之后那个学习群一个群是200人，那么1群和2群，现在2群马上也快满了啊，满了的话就是400人。400人之后，400人之前啊，前400人呢作业呢，老师是准备啊，尽量都给大家点。那么从第3个群开始，那么我们就不能完全全部这么去点了，点不过来了啊，点不过来了，不能每张都给大家点了，回头想个什么办法。所以尽快啊，尽快还有一些名额，2群还有20-30个名额吧。因为确实点不过来啊，这么多人，一人每一次交作业我都给点了，就每张作业我都给点了。我现在点作业的这个工作时间比上直播1节课的时间还长。能点评啊，5月份还能点评，只是说后期我不可能每张给大家点了啊，比如以后3群、4群这样的，我不可能每张都给大家点了。我现在是1群和2群。大家每交的一张作业都会给大家点，但是到后期再往后啊，咱们就真的是点不过来啊！到时候看看是开点评课还是怎么着啊？你看我都点作业都点到半夜，我现在都白天要看孩子干啥的啊，没时间。好，就像这样，先把这个边画出来啊，然后外圈这个深色的地方，哎，该加的加一下啊。学浪作业是发在那个学浪你的学习群里边啊，你发上了之后，我就会给你点作业啊。没看到大家都是发在那个学习群里边吗？每天。你不用问客服啊，客服就是我就是客服，你直接问我就行了。没有客服这个事，客服其实就是老师本人。你就现在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问我就可以了。要问啥呀？谁要问什么呢？我就是店小二。你看外面一般兼职点评一条作业是1块钱到2块钱啊，1块钱，1块到2块。你想想这个课多值。按理说你现在交的这个学费都不够让人给点评作业的。我2群的后期有几个作业还没点啊，还没来得及点，没有时间。那么今天这节课上完之后呢，放假这期间呢，我会给大家都点的啊，放心吧，应该不会漏啊，应该不会漏。之前漏了一个，他告诉我了，他在抖音上给我说了，我又给他点了。所以大家放心啊，一般作业我都会给他点，只是说没那么及时了。现在
作业量大了啊，作业量上来了，现在。这个作业量上来了，就是我这个课余的工作量也上来了。那么你可以啊，像这样的留个水线也行吧，其实都可以啊。哎，我看看这边干了没有啊？好像干了，侧面看一眼。哎呦，快干了，快干了。那么这一块这个式子啊，我还得继续再加一下啊。像这样，这个已经是干了8、9分了啊，这个已经8、9分了。你现在再来加，它这个颜色几乎是跑不动了，已经会往外跑一点点，能跑一点点正好，完全跑不动也不行。所以现在哎，再来加这个重色啊，中间柿子中间这块点一个藤黄，点个黄色进来，有了这个感觉是不是？然后这个柿子呢，好像是这个柿子好像已经干了，上方干了，我再给它加一下啊，再用这个淡淡的这个黄色，把我需要画的地方我给它加上，没有加满，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撞色呀，这块不够深啊。撞一下颜色，现在这一块呢，它上下是融到一块儿去了，对不对？上下融一块儿去了。那么底下加重啊，把底下加重，把上面加重，中间留出来啊，中间留出来。那么这一圈的这个感觉又有了，这一圈的感觉又出来了。好了，哎，好，这个等它干啊，干了颜色能协调一些啊。现在赶紧画这个，这个别让它干了啊，别让它干了，这个要干了呢就麻烦了。那么像这种柿子的画法，这种墨骨的画法有很多样啊，很多种多样的，还有比较简单粗暴的，就直接像画写意画似的，那么就画的比较通红，就没有这么微妙的颜色变化，那也行不行呢？也可以，它就没有这么复杂啊，它画的就比较简单粗暴一些。啊，有些地方可以接一接，有些地方呢不接，虚虚实实的。其实有些地方可以加一点白进去啊，加一点点白进去也可以。有点跑色，怎么回事啊？现在能进2群吗？因为没有到400人，我也没看啊，应该没到400人吧？到400人就是第3个群了，现在是第2个群。哎，早着呢，375，还有25个名额，早着呢。我就看看是开点评课还是怎么办啊？一张一张点评也挺费时间的，因为我几乎我点评作业呢，我又比较啰嗦一些啊，就1分钟点不完，有时候2分钟不够用，这最多只能3分钟，有时候3分钟呢也不够用，不够用我就又来一条，所以有的人我
这个作业我都给他点了2条，有的呢1条够用的，我就点了1条。平时话不多，但是一点起作业来，然后一上起课来就有点话痨了。好，这个小柿子呀，先这样啊，先这样，我们把这个小叶子给它一加啊，小叶子给它加上，小红叶儿。红叶子啊是要偏胭脂的一个颜色啊，要带点胭脂色了。底下啊稍微红一些，衬一衬它啊，要衬一衬它。因为我点作业还算比较认真吧，没有什么套路啊，不是跟你们以前呢都是好多是助教，助教也有的不懂画啊，大部分的助教呢他是不懂画的，他不懂绘画，他这都是受过培训了，培训他这么说啊，大概说哪些话术啊都给他们，他们就那么说，是吧？所以有的你听着都差不多。有些还有后来呢，又让我找了一些兼职点评的。后来你们的作业好多是兼职点评的，我找的我以前的学生啊这样的。因为后期公司不是裁员呢，还是干啥了吗？好多助教老师都被裁掉了，那么作业呢就积压了好多。你们不是有一阵作业积压特别多，没人点呢，是不是？然后后来让我给找的人，找的一些助教。让我找了一些我之前的，有的是学生啊，有的是一些招的一些兼职，给大家点的。现在都是我亲自自己点啊，自己点。那么他们点评你知道吧？给他们都一条都起步是1元啊，起步是1元。你看咱们一次课呢，才2元。你们之前点的一次作业，人家点1条就1元，这课是非常实惠了啊。所以我说啊，你们这个之前就现在啊所交的这个课程这个费用都不够请人点作业的啊。本来想请人帮忙点的都不够。这稍微留个小缺口啊，留个小缺口。一会儿呢，把这个小柿子呢后边再加一层，再加它1层啊。哎，这个纸画这个还不是特别的好用，干了之后颜色这么浅呢，正常应该是在书宣上可能会好一些，干了之后不应该，这干了之后好像没什么颜色了，这不应该啊。这个颜色怎么干了之后灰的这么厉害？哎呀，现在370人刚才375人，是不是咱们这个都是咱们已经报过名的学员呢？留一点残破的感啊，残破感。哎，等一会儿干了之后，给它撞颜色啊，撞一点颜色进去。那么这边，它可以画一个小枝子，画点小枝子。
它其实有几根小枝啊，有几根小枝。那么小枝的颜色呢，就是之前啊赭石调3绿的这个颜色啊。哎，崩溃什么呀，独乐？我看你交的其他作业都交的挺好的，画的挺好的，不用崩溃，我觉得你肯定能画好。我看了你之前交的作业啊，还比较有印象啊。我自己点评有一个什么好处啊？就是你交作业次数多了之后，我对你的印象会比较深啊，对你画的有没有进步啊，画的好不好，或者基础怎么样啊，我这个印象就会比较深。然后就大概能记住啊，能记住名字。所以呢，有些同学没有名字的，你尽量的起个名字。没有名字都是用户数字，那我就分不清谁是谁。我只能看尾号，我目前能记住几个尾号，有个尾号85的，有个尾号是97还是多少？交作业交了次数交了还可以，那么我能记住一点点。我能分开啊，不然我区分不开啊，都是数字用户，对不对？所以尽量起个名字啊，尽量起个名字。啊，这里边还有一个小树枝儿，还有一个小树枝儿。咱群里边好多同学画的还不错啊，好多同学其实都是画墨骨的料啊，我看了这个挺好的，其实老说自己画不好，我一招上来我都感觉挺好的，画的真不错。特别是那张牡丹啊，我看好多同学画的都挺好的，还有上一节课画的那个月季花，也是很多都画的挺好的。小鸟有的画的特别好啊。有同学还能自己看出问题来，是吧？都不需要老师点评了，自己都能看出这个问题来。这老师周一群，周二群干嘛呀？点评作业吗？这幅画今天是最后第2节课啊，这个2节课完成啊，这个张画2节课完成，今天是第2节课，也是年前最后一次课了啊，就不能搞太多了，搞多了也没用。你看看，待都没待住，待半天也没待住啊，又跑了，气死我了，改都改不出来。就这个纸你们还要买，不要链接了吧。不是，老跑色跑这么狠。这个卡纸不适合积水积的太长太大，适合这种比较薄的啊，颜色比较薄一点的这种画法，比如是不积水，然后呢，薄薄的一层啊，上面一层水，然后很快撞色，撞完色，就像画花它挺好啊，画花出来的效果还不错，因为画花积水积的不多。这个你看水头一大了，它就平均了啊，它特别容易平均。所以呢，适合画花啊，不适合画这种积水积的厉害的。那么有些不够亮的地方，我只能是给它来一点太白了啊，整点太白。
调一点太白进来啊，那么这个黄啊亮一些。好，就这样吧。然后这个里边啊，这个里边呢，用这个红色。不能积，积不住。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啊。目前呢，就是这样一种状态。等它干了之后啊，我们根据这个所呈现的这个画面效果，我们再进行一些调整啊，再进行一些调整。那么现在我们趁着这个时间，把这个小叶子或者小枝子，我们给它再处理好一点啊，再给它精细化一些。先把燕麦勾了。那么勾这个燕麦呢，就是这个胭脂色啊，胭脂加墨的这么一个颜色，好吧？什么意思啊？去看我呀，别来看了，我真的是，隔着电脑屏幕还行啊，你真见面那就有点都不知道说啥。对，回头能够写生了，去写生还行啊。我们去写生还可以的。这个颜色呢，稍微要深一些啊，浅了，就是颜色调的重一点、浓一点。来复勾一遍啊，几乎是没有挪动地方啊，原封不动的位置。可以等它干了之后再勾啊。还没干，不太的敢勾，这些地方都没干。你说牡丹，我的笔特别好用是吧？回头我一定给大家上个链接啊，我非得找到这个链接不可啊。没登过太空的，我一定会给你找到个链接。你给我说多少回了？你给我发信息我也看到了啊，没有时间回，但是我看到了。这支笔确实还不错，我用着也还可以啊。什么呀？让我说啥？等一下让老师说一下。啊，
怎么进学浪啊？学浪下载学浪了吗？得先下载才行啊。下载之后呢，用这个抖音的这个购课的账号登录就可以了，是自动就会把你拉入到这个学习群里边。这个马上过几天是咱们补课的大好时机啊，大家抓住这个时机。签作业的同学赶紧的啊，别让我这几天太闲了。像这样的翻转的地方呢，它也是要稍稍勾一些啊，勾一点。120节课，包括小写意啊，这个像这样的墨骨啊，还有动物画啊。一会儿我把这个画完了呢，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再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咱们的课程。你们聊天不要聊太快啊，聊太快我看不到，因为我看这个看弹幕的这个时间不多。进了2群啊，能进2群就不错啊。对呀，你也可以听听我给其他同学的一些点评啊，也可以听一听啊，看看，反正都是有帮助的，对自己啊，这些都是对自己。年后预计初7、初8这样的吧，就正常的上班时间吧，行吗？我也不知道啊，看大家的意思吧。想早一点还是想晚一点？不能太晚了。购完课的同学在学浪里边啊，下载学浪 APP。抖音呢也可以看课，但抖音呢好像是没有这个学习群啊，你只能看课，你看不到学习群，也看不到老师发的一些学习资料，包括这个什么案例信息、这些图片啊、原图啊等等一些东西，你就没有。还有我发的一些视频，那么也是看不到的。所以啊，最好还是下载一下学浪 APP 啊，在那个学浪里边学习。啊，底下少了一片叶子啊。作业嘛的时候注意这个线条啊要有弹性，笔尖要给它摁下去啊。虽然这个毛笔啊比较细啊，但是你一定还是要把笔尖给摁下去。那么有的同学就因为毛笔比较细，用这个小毛笔，它就是笔尖它就摁不下去，它就一直呢笔尖是漂浮在上面的。你像这样的这个。它上面啊这一块呢都可以勾一勾，沿着它的这个结构，
哎，都可以勾一下，对吧？它有这种起伏。这边，哎，都有。这样勾了之后呢，它一个是丰富一些啊，一个也是能区分一下它和这个柿子。对吧？来勾一勾啊。直播时间是在抖音看的，是在抖音看的。修得一身贵气，哎呦，谢谢啊，这个夸的我都有点不大好意思了。可以给大家的这个眼界啊和这个审美啊提高提高是可以的。至于能不能修得一身贵气，这个我不敢保证啊，太过奖了。稍微的勾一下啊，稍微勾一下，先把这个轮廓给勾一下。注意这些线条呢，它是根据它的一个转折来的，对吧？所以啊，朝向不要都一样啊，都一样了呢，这个朝向呢，它就无法区分它这个块面了。包括轻重深浅都可以稍微的做出一些区别来。好，所以说尽量不要重复画。你看重复画呢，它是有一个水印，很明显的这种水印，看到没有？好在这个柿子这一块，它就是这种两层的感觉，所以有一个水印也没关系。如果是你是画一朵花啊，这么大个花瓣，你要重复这么画呢，就会把这个就有两个边儿，对吧？等于说有两个的这个轮廓线啊，两个轮廓线。你看这个柿子，这个颜色无法加重色了，已经啊，特别气人呢。想让它再红一点，它也红不了。好，底下这边还有一片叶子，我们加上啊，加上之后呢，我们把小鸟啊再画一画，把树枝再处理处理，哎，差不多了就，还挺快，比我预计的要快一些啊。这片叶子是这么长的。好，加满了，加满了，加满了，这干了。画个九鱼牡丹小写意，大尺幅。九鱼牡丹，9条鱼大牡丹呐。
课有紫藤花呀，画锦鸡的那个不就有紫藤花吗？九鱼牡丹是啥？我画不了啊。富贵有余啊。富贵有余倒是可以。说这九鱼牡丹给我吓着了，9条鱼了。小鱼还行，画大鱼那得画好久啊。莫古现在没有大画特别大的，小的都画不好，大的就更难嘛。先把小的画会了再说啊，别着急，一步一步来啊，一步一步来。小的呢，先把技法先练上去啊，技法先练的纯熟一些，然后再来画这个大画。好吧，稍微等它干一些，我们再来画这个小鸟吧，因为现在挡着我了，有点够得慌。我们现在可以稍微把这个小肚子给它染一染啊，这个小鸟的小肚子我们给它染一下。小肚子同样和这样一样啊，罩一层淡淡的白色。先呢罩一层淡淡的白色，罩一层淡淡的白色，不要重了啊。一副牛和狗在一起的话，一个属牛，一个属狗的吗？这都是命题创作。你看所以说这个有时候接一些这种订单呢，就特别的伤脑筋啊。牛和狗在一起还好画一点，这个也还可以画。比如说牛和狗在一块很正常的一种画面啊，在农村呢很多嘛。有人放羊放牛不都带着一只小狗吗？所以这个还好啊。你的理想是自己画一幅满意的画客厅，没有问题啊。这个很容易达到啊。画一幅满意的画放客厅还不容易达到吗？村口柳树下蹲着一只狗，牧童骑牛到村口，真不错。你看看那个谁呀，李可染呢？经常画一些牛啊，水牛，画一点水牛，还画一些这种小孩儿，对吧？他的那个就算是比较好画吧，应该是这个能实现啊。挺有意思。你的理想也是家里挂个祝大家这个理想2023年都能够达成，好不好？跟着老师学，老师帮助大家达成
这么这个简单的愿望啊，这么朴素的愿望，还是能达成的。这样，那么好，那么现在说一下啊，那么咱们这个课程啊，我现在有一个想法，最后一节课啊，或者最后2、3节课、5节课这样的，咱们画一张大的啊。你想挂家里，时想挂哪个地方啊？咱们最后，你比如想挂玄关的，想挂客厅的，画一张大一点的挂客厅，画一张小一点、长一点的挂玄关啊。那么花个8节课呀，到时候看看啊几节课能够实现，还画一张大一点的画，让大家都有画可挂玄关，可挂这个客厅啊，沙发背后，好不好？那么就这么约定啊。就这么约定，到时候题材呢，大家也可以可以提一提，比如画牡丹呢，画什么都可以，但是咱们拒绝画那种特别俗气的，好不好？咱们要高级，要雅致啊，俗气的呢，我是不会画啊，我不会画。帮助大家啊，一定要达成这个愿望。就在咱们这一期课啊，最后面的阶段，大家都学的差不多了，记忆都提高了之后，好不好？我们来一个总结啊，来一个这么一个总结，可以吧？咱们约定了啊，一定对啊，画这种高级的啊，雅致的，有文人气息的，拒绝这种大红大紫的这种牡丹。今天这张画公扇一点问题没有啊，可以啊，可以截取一部分嘛，可以截取一部分画在这个扇子里边。也不画墨牡丹，也不要太那个什么了，毕竟咱们是挂家里边，咱们要雅俗共赏啊，要雅俗共赏。你画个墨牡丹挂家里也不特，咱们普通老百姓也没必要啊，搞得这样。你让我画个墨牡丹挂家里边，我也不愿意。这个背后稍稍再染一点这个指示啊，稍稍染一点，绝对没问题的，你相信我啊，相信我。我先找，如果能找着合适的案例呢，咱们就画那个案例；找不着，我也给大家创这么2张出来啊。创作也给大家创作2张出来，是画墨骨还是画写意，大家自己选。写意啊，各1分的，都可以啊，都可以。墨骨玉兰也可以啊，墨骨玉兰也可以啊，都可以啊。好吧，那我们反正这个事情啊，我们先给它约定出来，好不好？先画客厅山水大画，画花鸟大画啊，画花鸟大画。画孔雀挂客厅，那得画好大好大，那我这直播间估计得小了。大家一般画多大的呀？我就画普通的这种啊。如果你家住大别墅的，那估计是不行。好，我们把这个小鸟这个翅膀啊，这样分叉的地方啊，稍微再勾一勾，
哎，咱们还是先回到课堂上啊。画孔雀没问题啊，孔雀咱们都画过，你像之前上课都给大家画过，对不对？哎，孔雀是没问题的。6尺，我这桌子还费劲呢，因为桌子上摆了电脑，摆东西了。虐我干嘛呀？为什么虐我？啊？你说交作业虐我吗？那交作业你该交就交啊，没事儿。我看了作业我就兴奋了。喜欢看画，像我这样的人啊，就喜欢看看画呀，看看啥。你交作业，我不怕你交作业，就怕你不交。交作业对我来说呢，一点问题没有。主要是这个软件啊，它只能是在电脑上点作业比较烦人。如果手机能点，我随时随地呢有空就给大家点几张，那么就会快一些。像这样的线啊，要干脆利落，看到没有？整体的来画，整体的来画。哎，整体的这么来画的啊。然后这几块小地方，哎，我们先呢，把这个墨色先给它填上啊，填上墨色，然后呢，该加红加红，该加蓝加蓝，好吧？先让这个墨色呢给它点上去。哟，毛笔干了，太大驾驭不了。其实啊，正常的4尺的就可以了，因为画完之后你还得裱，裱完之后也大一圈，大不少，明白吧？再加个框，它就很大了。一般呢，4尺的就足够了，4尺的都有点太宽啊，4尺再裁一点点啊，裁成4尺，没有那么宽，稍偏长一点的这个尺寸它比较好看。你想画什么牡丹呐、画荷花呀，这样的都可以。荷花画的也漂亮啊，墨骨画出来特别漂亮。好，把这个白色继续撕毛啊，把这个白色呢，我们继续撕一撕。好了，反正这个事儿先定下来啊，具体呢就听我的就行了啊，包括尺寸呢，包括内容，好不好？我到时候定什么就画什么，就不要讨论，因为这么多人啊，咱不能都照顾到，那么就是以我自己定的这个为标准，好吧？不挑食啊。回头我创作一幅啊，创作一幅。来一点这个太白啊，不要太浓啊，不要太重，把这个小肚子和这个一样啊，该加重的地方加重一点，加白的地方加白一点啊，还有这个脸上啊，还是脸上，哎，这样就比较有意思了啊。这样呢，咱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期间前100节课，大家要把这个基础啊，把这个技法啊要跟上，不然的话那个创作不一定能画下来，明白吧？这样呢也是对咱们课程的一个总结，也挺好的。我都很期待啊，不光大家期待，我也很期待。搞不好我到时候都得换设备了。到时候请个人来录像。得找个大一点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小了。我这屋特别小，屋不大。我这个屋2.4米的桌子放下去，占了这间屋子的一半2.4米乘以1.2米的啊，这个桌子这个画案。然后桌上摆了一些电脑啊，摆了小书架，再摆一些盘子，摆了一些碟子，所以都满满当当的。现在还摄像头支架等等这些。像这个脖子部分、腹部、尾部这些地方啊，这3个地方用这个淡淡的白色啊，进行一些单笔丝毛。单笔丝毛看到没有啊？这样的话呢，它就能够很好的与这些之前施过色的地方呢，能够融合到一块儿去啊，否则融合不进去啊。这样融合进去了，它就会好一些。那么把该点红的地方啊，点一点红啊。不13红吗？啊，这个小鸟啊，叫太平鸟，也叫13红，或者13黄。那么这个红色，稍微重一点的红色，比较鲜亮一些啊。来，好像要多画了一层啊。红的，这边也是红的，然后这个肩上啊，这个尖尖的地方也是红的啊。你看那边它没点啊，那边它没点。有一点蓝啊，有点蓝蓝的颜色。那么用这个颜色呢，再加一点红，
整出个紫色来。是呀，特别麻烦啊。所以那节课嘛，就是我忘了是啊，就是那个鸳鸯那节课嘛，就说了啥呀，然后也忘了是在哪儿说的，当时没记下来，自己也没在意。课后找半天啊，找了几次。为啥积压了那么多作业呢？就是找这个视频哪有问题。找了几个小时，自己还得听一遍。一开始还想偷懒不想听，但是找不出来只能听啊。这个旁边有一点微微淡淡的一些紫色啊，不给它拿这个红啊调这个花青啊，调出一个淡淡的紫色来，还挺好看的啊。你看他画的这些花鸟画，它这个颜色就丰富一些啊，而且还比较微妙啊，不是特别的。不是特别死板。还有一位画家，我以前临摹过，还有一位画家画这个小鸟画的特别好。啊，到点了，喝水，过点了是不是？我这用的是吉祥颜料啊，吉祥颜料。用的吉祥颜料啊，我把这块啊墨色重的地方再加重一点，再带一笔啊，再带一带，像这样的就可以了。哎，这个趁着刚才染色了还湿润呢，它还能微微的过渡一下，还挺好。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尾巴呢也可以再加重一点点啊，稍微加重一点点，也不要加太过了，加太过了也不好看。就是这个赭石色，还是这个赭石。那么这个赭石里边，我加了一点点，刚才因为调了个胭脂色嘛，调了个胭脂色啊。哎，它有一点点胭脂加赭石的这个感觉啊。不要用墨加了，不要用墨加赭石了，你就用这个胭脂加赭石啊，它这个颜色还挺好看。它又比赭石深一点，没那么红，但是呢，又比用墨呢就显得干净一些啊。用墨加了这个赭石有一些暗沉，然后有的同学控制不好，它可能有一些脏。到尾巴根了啊，稍微拿清水笔接一下，你看现在这个颜色，我觉得还挺漂亮。然后边上也是。那么其实学蘑菇啊，可以学到调色、用色的一些很多的这方面的知识啊，还有，对吧？画写意呢，更多的是倾向于什么？用笔，就是提案呢，用笔的这种流畅性啊，等等这些，那么是画写意画啊，我们可以学到的多一些。那么画墨菇画啊，可以学到一些这种染色技巧、染色的技法、颜色的搭配等等，还有这种小鸟的刻画，对吧？包括这种花卉的详细的这种结构、生长特点、生长规律。那么你弄明白之后，你再来画写意呢，它也是
对你有帮助的。因为写意画它是一种提炼与概括，那么好多同学他画写意画，他都是照着一笔画着一笔，对不对？那么他对这个笔墨其实对这个物象其实不是特别的理解。你只有理解了之后，你才明白这个笔墨是为什么这么提炼的，它省去了哪里。过渡自然啊，那么整个这个小鸟啊，目前呢这个状态是非常好的了。啊，这一块呢可以稍微把这个赭石啊往这个羽毛这一片引一引啊，稍微染过去一点点，让它更加的融合一些啊，不然呢也行，它已经很好了，已经很融合了啊。然后把这个小爪，把小爪子一夹，小爪子用这个赭石色啊，明年从基础开始教啊。先把这一期上完吧，下一期再说。来，赭石一个赭墨的一个颜色啊，赭墨少一点，赭石多一点。那么这个呢，就是墨少一点，赭石多一点。我们把它爪子给画出来。那么这个小爪啊，要用这种书写的这种用笔啊，特别是就是楷书的这种用笔，你看到没有？哎，毛笔顿下去，起笔时候毛笔顿下去，中锋行笔，哎，收笔又往下顿一顿啊，又往下顿一顿，一个小爪。小爪上面画一个小指甲，这么垂下来，这么下来，看到没有？好，那么这是后面的，前面是3个爪，通常是3个爪啊，那么它会挡住了一个爪，好像是。这个中间这根爪呢是最长的，它要扒在这个树上面啊，所以呢，它整个要把这个树要包裹起来，给它包起来。第2根爪它是比较短一点，比较短一点，颜色可以厚一点，可以稍稍相对厚一些。然后有个小指甲，哎，小指甲你就倒过来画，明白吧？这边呢，可能是这个小爪子可能是另外一只脚的啊。那么这个脚也有个小爪子，这根比较长的啊，它是要扒住这个树枝儿，然后这边呢可能会有一根短的，就画2根就行了啊。这边呢就画2根。有可能后面也可以画，后面还能，那通常一般前面3个嘛，那么其实呢还可以在后面画一个啊，但不画也行，画多了不要让它露的太多啊，少露一点。那么这个爪子，这边这只小鸟这个爪子它就藏在这个羽毛下了啊，它藏在了腹部的羽毛下面，看到没有？哎，它有一部分这个小爪呀藏到里边去了，腹部羽毛比较长嘛。先从这根啊，那么它是在肚子中间这一块，看到没有？它是要扒住这个小树枝儿，上面这根呢又长一点，底下这根啊，不是说3根吗？有一根2边的短一些啊，这根呢它就藏在里边了，几乎就是被这个羽毛给覆盖住了，就露了一点点出来啊。就露了一点出来，胖乎乎的，比较可爱。那么这边它出来的多一点，两节啊，两节指头，然后呢这边又有一根长一点的，后边啊，后边这个，它后边这个呢是比较明显的啊，
弯一点，这个小指甲，这么一种状态，挡住一部分，哎，藏住一部分，又出来一部分，隐隐约约啊，有遮有挡，是吧？对呀，有遮挡就不能画太多啊，这样就比较可爱，看到吗？非常可爱的两只鸟啊，非常可爱，很精细啊，很精细。什么是精细呢？精细啊，就是你现在看它有细节，但是它又不是说一根一根毛发特别清晰，有的撕的特别清晰，特别清晰就特别锐利，就太硬了，明白吧？它就缺乏这个小鸟毛茸茸的这种感觉。虽然它画的很细致，但是它的质感上表达不够，所以一定要把握好撕毛的一个力度是非常重要的啊，不是说撕得很细，一根一根很清楚就是撕得好，明白吧？你要体会啊，要体会它最终要表达的这种质感啊，或者这种情境，要是相符的。所以这个一个是技术啊，一个就是这种感受啊，技术与感受要结合起来。好了，那它的这个尾巴后面它是带一点黄啊，尾巴后面带一点黄，要把这个呢给它加起来啊。尾巴后面整点藤黄，整点藤黄，这个黄还是比较亮的，直接用这个藤黄或者用这个柿子的这个黄色，用柿子的这个黄，不是红啊，用这个黄。黄还不够，再加一点。这边也是啊。哎，精致起来了啊！我们眼睛呢是要用这个赭石色，稍微调一点淡墨啊，给它眼睛呢给它涂上，给它染上。把这个高光要留出来，那么这个眼神就比较亮了啊，现在就比较亮。好了，爪子上面要有这个小点呢。小指甲用这个墨色再点一下，然后呢上面这个小点点啊，点的时候要点均匀一些。笔尖要想办法给它摁下去，因为很小，不容易摁下去，但是你要想办法啊，要能够摁下去一点，是吧？不要拿那个尖上毛笔尖上就一根毛，你去画那是没有用的。这个可以点小一点，点在侧面，看到没有？点侧面啊，小靴子。藏在里边了，对吧？藏在里边了。你这个里边呢，侧面啊可以稍微再点一点，露一点点出来，那么就是它后边这个指头啊有一点这个意思，或者是它的这个腿呀，它的一个腿啊，前面是爪子，那么这个腿它是扒在上面的，就是
就这样的啊。你看看这个小爪，红点不在这儿吗？因为这个颜色比较重一些啊，墨色比较重一些，所以看的不是特别清楚。啊，红点在这儿吗？1、2、3，点几个就可以了，意思意思啊。然后这个再来一点点赭石，淡淡的赭石啊，把它尾部的这一块内侧的这个羽毛的地方留住这个羽轴，然后呢，把这个向下染一染啊，染一染，加深一点，把这一块啊加深一点，这边也是啊，加重一点，往底下变浅啊，因为底下的颜色浅呐。对吧？就是这样一个感觉啊，很不错吧？那么这个嘴巴这边这个嘴巴小嘴儿，这个颜色再加重一点啊。留白不要太多，小鼻孔，好，你看这样它是有这种毛茸茸的这种质感啊，而不是特别硬的，像刺猬似的一根一根。上面有一片叶脉啊，这边呢，来把叶脉勾下。笔的链接有啊，我染色的毛笔的链接在上面啊。我染色就是用了这个吴云辉的那个笔，重了一点啊。好，然后呢，把这些小枝子上面啊，给加一点重的，加一点墨呀，点一点，该点的点一些啊。那么蹭点墨，让它的质感呢再强一些啊。在点胎的地方啊，找地方点一些啊，点一些。这个不太清晰，当时画的是吧？稍微勾一下吧。轻轻的蹭一点。像有的用笔就快一点啊，有一点皴擦的感觉啊，稍微快一点。
丰富一下啊，丰富一下。下面来啊，也可以再稍微点一下，因为下面这一块画的其实还可以啊，还比较丰富，对吧？那么就加一点这种小点点啊，小点点抬点就可以了。你看它也最后呢用颜色也可以用颜色啊，再来点一下啊，先默点一遍，然后呢用颜色再加一部分，所以呢你不需要加的太饱满呢，不需要加的太满。肚皮朝上，它是这个头，它是这样掰过来，它头正常的是这样啊，这样，它是歪着了啊，它把头歪倒了，这哪是肚皮呢？你感觉它这个头这样，你觉得是肚皮，明白吧？它正常的，如果是正常的这样低着头，你是看不到两边眼睛的啊。它低着头的话，那么脑袋在这儿，嘴尖在这儿，明白是这个动态。那么这样的一个动态它是没什么可画的，所以它把脑袋歪过来，这样既可生动可爱啊，又有东西可画。这个没看明白吗？这个应该很简单，能看明白吧？整点这个三绿和藤黄啊，或者是草绿啊，或者是草绿啊，草绿，就这个绿，整点这个绿。可以是这个绿，也可以是这个绿，加点藤黄啊，调出这么个颜色来。再加点赭石，哎，就大致是这样的一个颜色。它有这些小嫩芽，你看到没有？也有一些想要有的，然后再来一点深一点的这个绿啊，颜色深一点的绿，或者再加一点点淡墨进来。这个上面啊，有些地方可以点一点。哎，这样它一个颜色丰富一些，画面也会丰富一些啊。颜色不要太重啊，可以水头就调开，颜色要调开。很多同学调色没调开，没调开是一种什么状态？画上去很干，感觉好多地方一笔画上去，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画上去就没堵住，里边好多飞白。那么这就说明你这个颜色没调开啊！你看我调开了，正常有水的话，它画上去，它一笔画上去，这肯定这个地方都是能堵上的，对吧？都是能堵上的。如果你画上去没有堵上，还有好多的孔，飞白啊，那就说明这个颜色水少了，没调开啊！你要尽量的给它调开了啊，不要那么干的那么颜色去画它，那就会很闷，画出来很闷，特别难受。中国画讲究的这个颜色，它是要什么？薄中见厚啊，薄中见厚。所以呢，它才会有工笔画，才会有这种三繁九染的这种说法。为什么要三繁九染呢？一遍一遍的染，那一遍画成不行吗？对不对啊？所以它是颜色最后达到一种颜色的深浅既达到了，但是又不是说厚厚的糊在上面啊，它是让它慢慢的渗透到这个绢里边啊，就像染绢一样，这种感觉啊，知道吧？所以呢，最后它画出来既厚重啊，颜色呢既厚重又看起来又鲜艳，对吧？该有的颜色也有，要达到这种程度，而且非常的平静，给人看的非常平静，不躁气啊。那么你直接画上去的，一遍画出来的颜色，你感觉让人看了之后很闷啊，特别闷，喘不过气这种感觉，对吧？画得特别难受
看完之后，它没有那种很静的感觉，没有那种沉静的感觉。所以说宋画呢，它是永远是咱们中国画的一个瑰宝啊，这种宝典啊，宝库。那么写意画、水墨画啊，水墨画呢，它其实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有一点什么，有点最后大家就是总是把这个文人的这种一笔草草、寥寥几笔当做一个标准，其实是慢慢的就限制了这个中国画的一些发展啊，它其实有时候就限制了一些发展。所以说，宋代是咱们这个国画的一个高峰啊，是有道理的啊，不可逾越的高峰。好，继续把这个绿色啊，继续把下面这些小枝子上面啊，该点的点一下啊，先点完该加墨的地方啊，再加墨，然后呢，该皴的地方也皴一皴啊。那么慢慢的，它就给它丰富起来，整个画面它的颜色也多了，也显得厚重一些了，否则呢，显得有一些单薄，对吧？该点的点一点，该点墨的再点一点，该蹭墨的啊蹭一蹭。这个蹭的这个墨你可以干一点啊，毛笔，拿个狼毫笔，哎，干一点蹭一下，是吧？像这样，它就好蹭，不要太湿了，湿了呢就不好蹭啊。把这细节的地方啊都给它收拾起来。不是绢呐，我这是个卡纸啊，这哪是绢呢？那绢画出来效果那比这更好，但是绢的这种卡纸太贵了啊，好几十。像这个小枝子，因为它是在这个它周围啊东西太多了啊，它是被包围起来了，所以这个小枝子呢，你稍稍给它蹭一下啊，或者把边儿啊，哎勾一点点。等会儿呢，也可以用这个淡墨稍微点一点，点一点胎一点，那么要显示出它的一个这个先后的这个层次来啊，上下的这个层次。对啊，现在就细心收拾啊，你看，因为这个枝子呢，它的这个旁边都是柿子，对吧？旁边都是柿子，所以呢，我们怕它被淹没进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上面该点的胎点呢，我再点一下，哪怕多一点，稍稍给它衬托一下。好了，那么它的这个层次感就会好一些。没有时间限制啊，永久的，你随时可以看啊。所以说它值嘛，所以这个课内容精彩，是吧？技术含量高，足够大家学习的啊。足够大家学习了。好，这小枝子虽然这个有个水印，但是还可以啊，我就不动它了，再不动了，再动它回头又出问题。这卡纸不适合积水。好，里边的这些小叶子啊，也稍微勾一下啊，也稍微勾一勾。那么小叶子这个可以换一下方向啊。包括这边，
可以浅浅的、弱弱的啊勾一点。就有就行啊，有就行，要求不高。下面边缘的地方，像这样的边缘的地方啊，轻一点，看到没有？颜色要浅一些，淡一些。好了。然后这个小枝子啊，这一块可以给它再丰富一下啊。干一点的这个毛笔，看到没有？蹭一下，是吧？加强一点。这块也是，因为它在柿子里边，所以啊，我可以把这块啊稍微加重一点。那么这片叶子啊，它是有一个明显的这种翻转。是这样的一个感觉。这样稍微提一提啊，有些地方稍微提一提、点一点啊，它就更加有精神了啊，更加有精神了。整个画面呢也会随着这个你的这种点啊，它会显得丰富一些啊，丰富起来。因为它的语言多了嘛，啊，它的语言多了啊，多了之后它就会显得丰富，不会太单一，是吧？看到没有？啊，非常漂亮的一张画呢，一张小画啊，就这么完成了。哎呦，今天这个时间早啊，今天这个时间早，好吧？我看看整体效果，还有哪没画到的吗？我再检查一下啊。这块颜色加重一点吧，太浅了，就让它是一片叶子啊，半片，它应该是这么垂下来这片叶子，因为柿子的这个叶啊，它像葫芦似的，它比较长比较大啊，比较长比较大，所以柿子叶很大，画大一点没事啊，画大一点没事。哎呀，也很精致，对不对啊？这张也很精致啊。发群里边了，图片早都发。你说我的画呀，我的画完的好像没发啊，我都没来得及拍照啊，有一些，有一些大部分都拍了，最近有几张没拍。哎，你看看现在这个整个，哎呀，特别的和谐，这个色彩是不是？3颗柿子像小灯笼一样，漂亮吧？拍了可以张梅画，马上这个不用同染，不用染，不用染，还是染啥呀？这个已经很好了，还染什么呢？不要染，咱就是墨骨画嘛，对不对？墨骨画就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已经集齐了2张，这样的调频了。我是准备打算呢集齐4条，因为我想，我们想，我家1张画也没挂过，我想正好趁着这个上课啊，画一些自己满意的这个画，然后呢给它挂家里边裱起来。我已经集齐了2张了，回头再集2张啊。然后挂4个，你像这样的裱在，裱起来挂一块多漂亮！挂4个这样的是吧？第1张是月季，对，第1张是月季。所以你只要课跟下来，你是不是就集到4张这种2尺小调频了，对不对？你画好练好之后，你也能集4张啊，这多漂亮！这不好看吗？是不是？我是买的熟宣卡纸啊，是更好，但是你先得能画好，对吧？用宣纸的话，有一个什么好处？你可以拓稿，你画不好，你可以拓稿，大不了画完了拿去装裱就一样嘛，对吧？大不了就是去装裱嘛，是不是啊？首先得保证能画好，最重要啊。那么有新来的同学，先点击老师的这个头像啊，加关注，进入到咱们的粉丝群里边啊，我的这个都发群里边，好不好？回头都发群里边啊，集齐4张，像这样的几个4张，几个8张都可以啊，4张8张都行，都没问题，是吧？4张也行，8张也行，都好看啊。当然呢，8张的话要想挂的话呢，它是有一点多了，挂不下去。好了，那可以现在有时间把这个款给落了，小印章一盖，也很漂亮了啊。那么之前我们的那个尺寸画的海棠的那个尺寸，好像不是一个尺寸，当时没这个想法。我要把那个如果也是一个尺寸的话啊，那么现在就有3张了。哎，小海棠放哪儿去了？小海棠花没找着啊，海棠没找到。如果海棠也是的话，那么我们就有3张了，好，落个款啊，落个款。所以跟着这个课画啊，到时候呢，我把这个稿子都发给大家了啊。我这张好像忘了给大家弄这个线稿了。我正常的墨骨画呢，我都会给大家，弄一个线稿。就是有的同学他拿不准嘛，就有线稿的话呢，他就他可以，一是可以打印出来，另外呢是可以自己对着线稿勾一勾。好，我们落个小款啊。那么落款就落这个下面就可以了，就不要画落在其他地方了。落款字也不用写的太多，明白吧？有的同学一落款字写的太多，不用写那么多，写那么多没什么太大的意义，因为写的基本上都是不重要的信息。你又不会写诗啊，会写诗，写一首诗也行，对不对？你就写个日期嘛，通常都是写个日期啊，通常都是写个日期。那么这个小字啊，不要写太大啊。
看这个是哪2个字啊？好了啊，就写这么多了，不要写太长。这节课的回放在咱们的课程链接里啊，在咱们的课程链接里。盖章，那么这个盖章啊，要盖小章，别盖太大的章了。我看好多同学那个章特别大啊，就盖这个小章就可以啊。通常像画工笔、画墨骨呢，咱们如果是尺幅不大，咱们准备这种1厘米左右大小的章啊，别整个一般好多同学都用了2厘米、2厘米或者1.5的那种呢，就太大了，那种印章啊就太大了。那么我喜欢用这个朱标色啊，这是个朱标的印章，印泥，有的印泥呢是这种朱砂，朱砂就比较红一些。中间通常盖章中间隔一个章的一个距离啊，如果2个章的话，隔一个章的距离，好吧，隔一个章的距离啊。没有起稿啊，这个没有用铅笔起稿，直接画的，卡纸怎么也没法踏。起稿的就铅笔一起稿就脏了，就不要起稿。如果你要用卡纸画，你就别起稿。如果拿不准呢，你想起稿呢，你就用宣纸画。这没有起稿啊，直接画的。2个字嘛，我不叫，这不是啊，不是闲章啊，这是2个字，一个徐，一个风，徐风，明白吧？通常是2个字啊。对，会自动进群，已经购买的同学呢会自动进群。好。谢谢大家啊！提前给大家拜年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啊，事事如意啊，如同咱们这个话一样，平安健康，这最重要。顺便啊，跟老师一起学习啊，能够提高大家的这个画技啊，更上一层楼，那更好了。然后咱们还有毕业作品要画，对不对？咱们这一期还有毕业作品要画啊。到了最后几节课，咱们一起画毕业作品。可以加头像、加关注，进入到粉丝群。那么咱们上课时间都会通知给大家，然后课程案例信息都会发送给大家。那么学习群只有购买课程之后才会自动给你拉入到学习群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感谢啊，感谢各位。找不到学习群啊，有问题的同学呢，回头在抖音上啊，在抖音上你进群之后艾特我一下。对，今天是年前最后一次课了，祝大家兔年突然暴富啊，突然暴富啊！好，那么今天咱们课程就到这儿了啊，大家拜拜，晚安，早点休息。